朋友们，众所周知啊，电子游戏的历史虽然说只有短短几十年，但是游戏的展现形式啊，已经迭代了无数次了。从最早的像素点到现在的第9艺术，诞生的神作呢也是数不胜数。今天啊，我们就来盘点一下那些在电子游戏历史中堪称里程碑式的游戏。第一个，双人网球，史上第一款电子游戏。其实啊，有关于世界上第一款电子游戏的说法呀，有很多版本，但是呢，流传最广的应该就是1958年由威廉·海根伯特制作的这一款双人网球。在这款游戏中呢，玩家可以通过旋钮来控制网球的球拍，从而呢击打由电子装置模拟的网球，来达成最简单的图形交互。甚至连网球的音效都是通过机械装置实现的。这个在当时呢引起了很大的轰动。但这款游戏呢，它其实并没有商用。说到第一款商业电子游戏，那还得是1972年发布的 Pong。同时呢，这也是第一款的商用街机游戏。没错，第一款的电子游戏要比第一款的电子游戏机出来的要早。那靠着这个游戏呢，它背后的公司也成了当时全球最大的游戏公司。这个公司呢，它就是雅达利。然后呢，就是第二款 E.T. 外星人。这款游戏可以说是整个游戏史上最有影响力的游戏之一了。但是是负面意义上的。它就像这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，把我们上面说的这个雅达利给干崩溃了。我们经常说这个电子游戏起源于雅达利，兴盛于任天堂。当时的雅达利有多牛逼呢？那什么卡普空、科纳米、世嘉、EA 都是雅达利的小弟。当时呢，它的主机雅达利2600也是全世界范围内最畅销的主机，没有之一。那可以说就是垄断，每3个美国家庭里边基本上就有1家有雅达利的主机。但雅达利呢，它对这个游戏基本上不做审核，那就是是游戏它就能上。用我们现在的话来说，那就是 PV 诈骗严重，看着那是一个样，给你弄得花里胡哨的，进去一玩垃圾。或者呢，游戏再给你改个名字，进去一玩还是之前那款垃圾。我从未见过有如此厚颜无耻之人。反正就是变着样的去欺骗消费者。那这个 E.T. 呢，是改编于当时非常火爆的一个电影，也叫 E.T. 外星人，估计很多人都看过。小孩骑这个自行车，都上天了那个。IP 是牛逼的大家一玩了，我操，这他妈什么垃圾游戏最后呢，就是大家对雅达利的信任完全崩盘，很多的库存也没有销售出去。据说这个当时 E.T. 外星人的游戏卡带，雅达利呢都是一车一车的往这个大坑里边埋呀。从此之后呢，雅达利也是一蹶不振，也就是我们现在说的游戏史上的雅达利大崩溃。游戏产业也是从美国偏移向了日本。然后呢，就是我们说的第3个了，世界上最有影响力的游戏，堪称电子游戏的代表，它就是马里奥。大家提到任天堂的第一反应那就是马里奥，甚至呢，它的知名度已经超过任天堂了。也是通过这款游戏一举呢，让任天堂的 FC 销量暴涨，最终呢超过了雅达利2600，奠定了任天堂这个游戏霸主的地位。它这个几抗几的关卡设计，跟它这个跳跃玩法也是被后续很多的游戏所借鉴，成为了横版游戏的经典玩法之一，也算是国内玩家的启蒙作之一了。有多少人最早接触的电子游戏就是马里奥，可以在屏幕里边扣个1。然后呢，就是第4款世界上第一款 RPG 游戏《创世纪》，诞生于1979年。其实说到角色扮演游戏，早在电子游戏之前就以桌游的形式在玩家之间广为流传了。比如说最早的《龙与地下城》也就是 D&D， 也诞生了很多的衍生作品，《创世纪》呢就是其中之一。最早的发行于苹果电脑上，因为当时的这种 RPG 游戏还是比较大的，所以在家用游戏机上面它带不动。但是呢，作为最早的这种 RPG 游戏《创世纪》呢已经有了很多的这种 RPG 的经典要素了，也算是给后续的 RPG 游戏奠定了个基础。第5款世界上第一款 FPS 游戏《德军总部 3D》，这款游戏呢也非常简单我们就是人挡杀人，佛挡杀佛见人就打，场面呢也是非常的暴力跟血腥。虽然说它的名字里边带着一个3D， 但是呢它其实是一个伪3D， 因为它用这个光线反射技术做出来一个假3D 的效果，它是没有 Z 轴的。那要是说真正的3D FPS 游戏，那应该就是雷神之锤了。但是呢，德军总部 3D 中的很多游戏元素也被后续很多的 FPS 游戏当做了标准，比如说视角、生命值和子弹都成了日后FPS 中的标配了。那么本期的盘点呢就先到这里了。纵观游戏历史几十年，其实能称为里程碑的游戏太多了。如果大家对这个系列感兴趣呢，也可以给我们的视频点个赞，并且关注一下。咱们下期再见。